越年轻越清华，这是全球民调当中呢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趋势，而且不是一个地区啊，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从美洲到欧洲，全部呈现这一特点。经济学人发文说，今年早些时候呢，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，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酷。那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呢，他们向32个国家的32000人发起了调查。提问说，中美之间你们希望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？结果显示，在调查的每一个国家，中国的支持率无一例外全部上升，把中国视为首选领导大国的人呢，比1年前大涨了11%。那么与此同时，美国的支持率呢是在不断走低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调查还发现，年龄成了预测一个人是否清华的最强指标。虽然说美国凭借着软实力的积淀，整体数据依旧占优，但是趋势已然生变了。在18到24岁的全球年轻人当中，中美的支持率呢已然无限接近，分别为39%和41%，几乎打了个平手。但是啊，一旦切换到6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，画风就变了。美国依旧拥有高达30个百分点的压倒性优势。而且这一趋势呢，在皮尤的调查当中啊，也得到了完美的印证。比如说，在英国和波兰，年轻人组的对华好感度呢是56%，是50岁加的中老年组的整整2倍。就算是在对华态度很冷淡的日本，这一规律呢也是成立的。年轻人的对华好感度是24%，而中老年组呢只有10%。那这就非常有意思了，为什么越年轻越清华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搜集了一些外网的高赞评论，先读给大家听一听。评论1：不是我们年轻人有多清华，而是老一辈太反华了。我爸60多岁，他很兴奋地向我展示了一款 vivo 手机，说太酷了。但是当他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品牌之后呢，态度立马就变成了还行吧。他看起来呢很脆弱。评论2：人在美国有注意到年轻人对中国更满意的现象。老实说，我不怪他们。不少老一辈人呢只顾中饱私囊，而年轻人见证了金融危机、气候变化、买不起房、没有医保，这制度让人失望。你还能怪孩子们转向别处吗？评论3：美国在贸易和安全上表现得极不可靠、极不稳定。那另一个大国变得更受欢迎，还需要思考为什么吗？评论4：别忘了美国在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利比亚打了多少仗，中国就算强硬也没有动武吧，而且他们还有一带一路的影响力。评论5：过去50年，中国是少数真正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大国。评论6：年轻人看社交媒体，老年人看福克斯和 CNN。评论7：现在都免签了，年轻人去旅游了，网红去拍摄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美好生活和基建了。那么各种各样的回答呢，其实还有很多。那么结合这些评论，再加上我自己的观察呢，我今天也总结了这么几个关键的原因。第一，很多年轻人对民主万能、自由市场神话那套西方叙事呢，已经祛魅了。老一辈经历的是美国的黄金时代，看的是好莱坞大片，但是年轻一代看到的是金融危机、战争泥潭、两党互撕，并且正在经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。说白了，是美西方自己把自己的滤镜呢给干碎了。第二，年轻人越发务实，不听你画大饼，他们更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。谁能把高铁修好，谁能把 WiFi 弄快，谁能把能源的价格打下来，谁就是有真本事。换句话说，少谈主义，多干实事。第三呢，年轻人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恐惧症，他们也许对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呢不太熟悉，但是呢也不太害怕。不少老一辈啊，一听到共产主义，脑子里立刻就跳出了铁幕、冷战这些概念。但是年轻人没有这些历史包袱，更愿意客观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速发展的中国。第四呢，年轻人可是要活到本世纪末的，他们是真怕热，真担心气候变化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极端高温、山火、洪水是未来几十年必然要面对的现实。中国在发力清洁能源，全力推进双碳目标，而特朗普呢，一边退出巴黎协定，一边高喊 Drill baby drill Drill baby drill。 所以这道题年轻人也会选。那第五呢，是中国文化走出去，润物细无声。不少年轻人是刷着 TikTok， 用着吸音，玩着原神，买着拉布布，在不知不觉当中来认识中国的。那么这种基于消费和兴趣的文化亲近感，非常的有效、自然和牢固。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全球年轻人更加清华是一种基于现实观察、价值判断和未来关切的理性选择。
当然了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盘接受中国的一切，但是他们的确更愿意放下偏见，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值得对话和合作的伙伴。而这个趋势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。首先呢，认知一旦破冰，共识就更容易形成，进而可能带动更广泛的社会转变。其次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这一代年轻人10年、20年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，那么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必然会深刻重塑国际秩序的未来。我是叶，那大家怎么看待越年轻越清华这个现象？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